在 GTA 中，那些你不知道的有趣彩蛋。当你操控麦克之外的其他角色在麦克家周边进行前行时，便有一定的概率会收到麦克发来的信息。在我的房子周围偷偷摸摸的人就是你。不仅如此，当你朝着他家丢燃烧瓶时，还能收到这样的信息：想烧毁我房子的人就是你。而最经典的莫过于当你肩扛火箭筒对着麦克的房子来上那么几发，你将会直接接到麦克打来的电话，并亲切地问候我们：别用火箭筒轰我的房子，傻逼！这是不是非常的经典？在塞诺拉高速公路与圣强斯基山脉与铺道子之间的路段，路边有一家叫做芬州斯森的摊位，其上方顶着一个超大的橙色球。倘若在夜间能够清晰地看到此球发散着亮光，一旦射击或者触碰这个球，它便会滚落并跳动起来。而且这个大球在线上模式中也有出现。当你随即在街上遇到另一位主角随意走动之时，他会邀你一同出去玩。如果你拒绝他，并且还开始长时间跟踪他，那么他会心生恼怒，将你击晕。You ain't listening, us. Okay, then, big man, come on. 为了规避因推广某一真实品牌而非另一品牌所带来的风险，而新对现实生活中的3大主要移动操作系统进行了诙谐式的改编，赋予麦克一个 i0s 系统，给予富兰克林一个安卓系统，让随佛使用一个 Windows Phone 系统。在狩猎之夜任务中，你需要使用带有热探头的先进狙击步枪，在丛林里对奥尼尔兄弟进行追捕。要是你把瞄准点移到右下角，就能够看到大脚怪立在那一动不动。不过大脚怪在被发现后会马上消失不见，倘若你企图射击它，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。需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大脚怪仅仅是游戏中的一个彩蛋，并非任务的关键目标。在此任务中，主要目标仍然是追捕奥尼尔兄弟。在小查的相关任务中，当拉玛与富兰克林以及小查一同去执行任务时，我们能够留意到拉玛的汽车车牌上写着的正是勒马，也就是拉玛他自己的名字。不仅如此，玩家还可以在主要和次要人物的座驾上发现个性化定制的车牌，类似于波比·米切尔、特雷西、阿曼达、贝弗利等等这些人的车辆。这些就留着大家自己去探寻吧。接下来的彩蛋中，我们来到了莱斯特的房子，就在进门的这个位置，能够看到架子上有许多有趣的玩意儿。我们利用相机放大观察，可以发现有几个手办，而且都是颇为出名的，例如 DC 的超人、反派黑亚当，还有光晕系列的士官长以及星球大战中的韩索罗。然而剩下的2个手办我就不太了解了。这个躺着的手办貌似是某部漫画中的人物，至于后面那个戴着泳帽的就更是不得而知了。如果有知晓的朋友，烦请在评论区留言。而在最下面放置于盒子中的物件是最为知名的亚伟王咖喱棒式中剑。第8个彩蛋，我们来聊聊冷藏仓库里的雪人。在一个铁丝网严密围蔽、偶尔有车辆通行的仓库这里，我们径直走到中间位置，能够看到其中一扇蓝色的没有条缝隙，从里面看去便会发现一个雪人。这个雪人隐匿在一些杂物堆的后面，不仅体积庞大，而且似乎戴着防风者耳帽，围着围巾，甚是有趣。下一个彩蛋 ，Naruto CR 这儿什么都没有，这是 GTA 系列的传统彩蛋，在5代中也毫无例外。您可以在游乐场边上的木板墙上发现这样的字样，这里没什么好看的，走吧。在洛圣都中，一旦你能够接触到潜水艇，便能去探索海底，进而发现众多沉没的结构与物体。在太平洋海岸附近存在着这样一个看起来极为奇怪的结构，官方未曾阐明这究竟是何种装置，其貌似是某种石油钻井平台，不知道在座的客官老爷们觉得呢？于班纳姆峡谷的西边能够发现海怪的骨架，许多人都将其误认作海怪，然而骨架的解剖结构与鲸鱼是相同的。在咀嚼沼泽的东边，您会发现一大片轮胎，这或许是参考了2007年的奥斯本礁灾难。当时有一队潜水员在水下放置了数十万个轮胎，试图保护并扩大珊瑚礁，但不幸的是，整个计划事与愿违。由于精致轮胎会受到佛罗里达热带风和风暴的影响，常常以极快的速度与珊瑚礁相撞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在摧毁它们。在格多山以北，我们能够找到一艘核潜艇的遗骸。该潜艇的外观与2战时期的潜艇存在一些相似之处。从潜艇距离海岸的位置来看，我觉得它极有可能是与海底的礁石相撞，从而遭到破坏。在人造实验室的东边，可以找到一片沉没的军用车辆。在这个区域，我们能够找到4辆坦克，其中2辆似乎是我们所熟悉的犀牛坦克，另外2辆似乎是德国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平底锅，还能发现1辆运兵车以及1辆军用拖车，以及一些未爆炸的导弹残骸。这些车辆和碎片皆来自不同的时期和国家。在桑库多堡垒的海域出现了一架坠毁的飞机，这看起来像是一架大型的运输机。
接下来咱们说一说鲜少有人提及的而星致敬自身的彩蛋。首先是麦克家中楼梯旁墙上所挂的画，这幅画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签名，我们能够借助相机放大进行观看，上面清晰地呈现出这样几个字：而米尔。实际上这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而星北工作室，其主要负责的就是 GTA 系列。而在富兰克林家的豪宅门口有几个垃圾桶，倘若你仔细观察，同样能够发现上面有 Rockstar Nerd 的缩写。这种将自家工作室的名字隐秘于游戏的各个角落的做法，可以说是相当出色。在洛圣都的市中心存在着一座名为 PNRIS 的建筑，这个名字是皮因尼斯的双关语，同时也是 Cypher 一词的字母。在建筑物的顶部，其标志显示了一个眼睛的轮廓，其中包含5颗星星。这些物件在入口附近的地面上也能够被发现，似乎是被击中后掉落下来的。在太平洋峭壁的墓地里，您能够寻到黑色的墓碑，上面写着安息吧，这是墓志铭安息中堂舰的双关语。